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？是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，还是300万平方公里的澎湃？是四季轮转的天地，还是冰与火演奏的乐章？像鸟儿一样离开地面，冲上云霄，结果超乎你的想象。前往平时无法到达的地方，看见专属于高空的奇观。俯瞰这片朝夕相处的大地，再熟悉的景象，也变了一副模样。从身边的世界，到远方的家园，从自然地理到人文历史，50分钟的空中旅程，前所未有的极致体验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和我们一同飞跃。湖南地处中国中南部，三面环山，中部丘陵河网密布，众多江水最终通过北部的洞庭湖与长江相连。前往湖南的旅程从洞庭湖开始，守候一群南来北往的邻居，邂逅洞庭湖里最迷糊的房客，最后登上走红1000年的楼阁，寻找洞庭湖最美的风景。流经湖南的长江，要完成的一件大事，就是与洞庭湖相遇。在江湖交汇的地方，江和湖留下深浅不一的痕迹。这样的相遇，注定不会平凡。它意味着中国第2大淡水湖将与中国第1长河共同呼吸。丰水期，洞庭湖吸纳长江过剩的水量，成为一片面积超过2600平方公里的水域。枯水期，它又向长江送出它的收藏。这么一来，不论上游的长江是丰满还是瘦削，洞庭湖都默默调节着它，努力保持它恰如其分的模样。因为大，洞庭湖理所当然成了一个地理的参照物。今天，我们提及湖南、湖北的湖，说的就是洞庭湖。冬季，洞庭湖水位下降，水面面积只有夏季的1/3。此时的洞庭湖并不像湖，更像是浅滩沼泽。肥沃的湖泥长出鲜嫩的苔芽，吸引北半球数十万只候鸟蜂拥而来。如此大片的沼泽暗藏一些小陷阱，看似坚硬的地表下是最危险的泥潭，
一脚下去就有可能无法动弹，即便再灵巧的鸟也难免失足。还好，洞庭湖保护站的工作人员每天都会在此巡逻，救助被困的鸟类。这种靠空气推动的小船，可以在沼泽上快速滑行。洞庭湖上，小船交织的痕迹，圈出了候鸟们安心的家园。夏天，洞庭湖上高达3米的芦苇荡，成了麋鹿们天然的遮阳伞。1998年，长江发生特大洪水，把湖南、湖北连成一片。湖北石首麋鹿保护区的3只麋鹿在洪水中迷失方向，误打误撞来到了洞庭湖。洪水退去，麋鹿们发现这里水草丰盛，地域宽广，干脆留在了这里，成了洞庭湖的新主人。今天，生活在洞庭湖湿地的麋鹿已经壮大到190多只。冬季，雄鹿们脱去鹿角，好像还胖了不少。看来麋鹿也有贴秋膘的习惯。其实，对于平均体重300多斤的麋鹿来说，一个秋天增重30斤并不算多。但换上加绒的浅色冬毛，视觉上就大了一号。它们变成了洞庭湖最喜庆的吉祥物。洞庭湖漫长的湖岸线，并没有为人们准备好天然的观景台，所以在湖畔，一座楼阁的出现就成了非同寻常的存在。岳阳楼建成于1800多年前。今天的人们最早大多是从语文课本中的《岳阳楼记》认识它。其实，这篇文章的作者范仲淹从未来过岳阳，更未见过岳阳楼。《岳阳楼记》是他参照好友寄来的一张画作，看图完成。从此，一座观湖小楼，借诗文红遍大江南北，一份忧国忧民的天下胸怀，也随江湖远走，被人传唱至今。这一段旅程将放飞想象，参加一场勇敢者的极限挑战，去看一座玻璃建造的空中大桥，在湍急的河水中等待猴子家族1年1度的迁徙。一座瀑布上的小镇，让人感受时间的流逝，潜入奇妙的史前海底世界，最后在一座热闹的湘西小城歇脚。无论在地球的任何地方，这样的景观都叫张家界地貌。峭壁、怪石、看不到底的深渊，构成了人们想象之外的世界。许多电影导演都在这里寻找外星球的取景地。几乎每一根石柱，从根部到顶部，都与地面垂直90度。水平平铺的岩层像摞在一起的书本，码放越整齐，高度越高。
几十米到上千米的落差，让这里的许多沟谷至今无人踏足。云海覆盖的地方，在大约3亿年前是真实的海洋。地壳剧烈的碰撞，让海底隆起、断裂、侵蚀。在水流与风力的反复切割下，它像这样成片、成林、成孤峰，最后消失不见。每年9月，天门山顶都会聚集全世界最会飞翔的人。垂直高度1400米，即使系上绳索，也足够让人心跳超速。起跳。选手飞行最快时速达到每小时200公里，借助风力更快、更远，或者直击靶心。飞行完成，选手通过降落伞平安落地。这或许是最危险的极限运动。即便这样全世界最盛大的比赛，参赛选手也屈指可数。有时候，绝对安全也需要胆量。300米高空，建起一座430米长的胆量测试器，反复擦拭，是为了让玻璃看起来并不存在。在这座大桥上行走，昂首挺胸不一定是勇敢。低头看路，可能还需牵手而行。半空起跳，只会让旁边的人更加紧张。躺下合个影，炫耀一下自己的胆量。姐妹同框，摆好姿势，保持笑容。是不是真的害怕，只有自己知道。离开冒险家的乐土，一条河流将大山分成东西两侧。两岸的密林中居住着3000多只猕猴。它们扔掉的食物是吃下去的2倍，是种很不会过日子的动物。山林再大，也有坐吃山空的一天。每一年，猕猴们会渡河转移，到对岸的密林中寻找食物。它们把30年河东、30年河西，过成了1年河东、1年河西的悠哉生活。经验丰富的老猴第一个下水，率领猴群以老中青的顺序快速渡河。
不到2分钟，对岸的美食就成了他们的囊中之物。蒙洞河的下游，瀑布之上，长出一片吊脚楼。因为参加一部电影的拍摄，芙蓉镇成了上世纪末中国家喻户晓的小镇。人们记住了它广为流传的艺名，却忘了它原本的名字。800多年前，湘西一位土王行船此地，发现这里背靠高山，水路畅通，是一处天然良港。于是，瀑布之上，他建起一座行宫，并在这里屯兵驻营。土王发现王村的历史，在今天成了故事。游客发现芙蓉镇的真相，在今天成了现实。沿着蒙洞河往下，不远处，茂密的乔木林掩盖之下，藏着远古的海底迷宫。丛林中的红色岩壁，只是山体裸露出来的一块肌肤。事实上，目之所及的整片山林，乃至整个湘西，都曾处于海洋的深处，只不过那是4亿多年前。现在，这座庞大的迷宫被森林收藏。层峦叠嶂的湘西大地，本没有中心地带，更无所谓边陲。这座小城扬名于世的最初原因，与一部小说《边城》有关。凤凰古城跟小说里描述的那座小城有很多相似之处，因此引来了大量探寻者的脚步，于是凤凰古城渐渐热闹起来。在山地生活，临水而居是最好的选择。离水太近，人们就用木柱支起房屋，成了经典的吊脚楼。将古色古香发展成特色旅游，当地人用双手打造了一个度假天堂，吸引着天南地北的旅行者慕名而来。如今，凤凰早已是闻名全国的旅游胜地，几十公里外，凤凰古城甚至有了自己同名的机场。这段旅程沿湘江北上，看潇湘汇合，探访伟人的家乡，在悬崖峭壁邂逅一群蜘蛛侠，搭乘城市轨道前往一座热辣的现代都市。人们常用潇湘来泛指湖南。潇是潇水，湘是湘江。354公里长的潇水，曾经是湖南南部的交通要道。
20多米的深度，让它的表面看起来波澜不惊。直到顺水而下的人们来到香菱山附近，气氛才略显紧张。香菱山不大，船只要躲过它并不难。不过大水没过香菱山的时候，它就成了危险的暗礁。清末，人们在山上建起这间楼阁，加高了香菱山，不让大水没过它。从此，一间阁楼，一盏小灯，守护着往来的行船。绕过香菱山，潇水离它的终点就只剩下6公里了。在平岛，潇水来到了终点。他只需要做一件事，就是将一路上收纳的众多水流一并托付。从这里开始，所有的水流将不念过往，它们未来的统一名字就是湘江。湖南60%的人口就生活在它的流域里。湘江向北，一路上接纳的支流并不算少。这些支流并非凭空而来，它们经由的大山深处，往往都是雨水丰足之地，比如韶山。韶山的降雨量并不算少，却比较集中地出现在夏季的40天内。随后就是旱季，旱涝交替的气候并没能驱散这里的居民。适应它，人们还是找到了方法，并且长期定居下来。褶皱的山下，当地人把这样的山间平地叫做冲，这是韶山冲。毛泽东的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冲里度过的。据说这片长满荷花的池塘就是他学会游泳的地方。从他就学于当地私塾开始，读书成为毛泽东一生的热爱。通过读书，他得以接触到人生中的重要老师和重要思想。1910年，17岁的毛泽东第一次离开了韶山冲。1921年，中国共产党成立，年轻的毛泽东成为党的缔造者之一。在这之后，他带领中国人民跨越了艰难险阻，彻底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。1949年，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，毛泽东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。这是一条因弯曲成名的河流。歌里说，浏阳河有9道弯。在中国人的语言中，9是很多的意思，所以浏阳河远远不止9道弯，它至少有上百个弯道。新中国成立之后，浏阳河被人们传唱，用一条河赞美一个时代，用一首歌记住一位共和国的缔造者。280米高的崖壁上，一根绳索加一顶安全帽，就是攀登者们的全部装备。
长达90分钟的攀登，最需要减少负重，所以带不带水成了关键。半途的崖壁之上，一间小卖部解决了这个问题。和山下一样，一瓶水只要2块钱。在100米的高空，喝起来味道肯定不太一样。再来看看每日为小卖部进货的工作人员，过桥、爬山、垂着崖壁上负重攀登，绝对算得上超值服务。这块土地上，人们勤劳耕作；这片山野中，人们用功读书。岳麓山中这座建于北宋年间的小庭院，便收获了历代读书人的青睐。耕读文化在此长流不息。热闹的商业广场是中国每座城市的中心，但长沙的这片城市中心已经热闹了2000多年。今天，人们怀旧的周期越来越短，5年、10年，城市就会变一副模样。在变化中的城市寻找30年前的味道，是这条街的超级招牌。7层楼高的立体夜市里，布满了老街的旧招牌、门牌号。重大节假日，湘江橘子洲头，盛大的烟花总是点亮城市的夜空。看烟花，湘江边的杜甫江阁永远是人潮最汹涌的地方。湘江流淌了100万年时光，一场烟火的表演只有20分钟。他们在这个时空下一同灿烂。这一刻是长沙今天留给人们的印象。总有一些美好值得等待。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？航拍中国第3季，一同飞跃。这趟旅行从一片原始森林飞过，参加一次年味十足的舞龙表演，在一座轻巧的人工大坝领略烟波浩渺的湖泊，以及人与自然共同创造的水墨丹青。山地占据湖南1半以上的土地，大地上下起伏，为超过6000多种生物
提供着栖居之所。南岭是湖南南部的边界，平均海拔只有1000米左右。冷空气从西伯利亚远道而来，到了这里已是强弩之末，再也无法翻越南岭。这么一来，南岭以南的中国大地上再难以见到冰雪。中国分布广泛的丹霞地貌当中，这是最光滑的一片。光滑的表皮源自水流的反复打磨。亿万年的冲刷，在它们的表面留下了不计其数的浅色痕迹，也让这片丹霞地貌提早进入了晚年。大约每1万年，高夷岭被消磨0.8米，它的消失，至少也是下一个100万年的事情。先人们对雨水又爱又恨，他们既离不开水，又担心洪水泛滥。传说中，龙是掌管雨水的神兽，所以在这里，龙成为人们崇拜的图腾。正月15前，人们用准备好的4万根香，装饰出一条长达38.6米长的龙，静待夜晚的降临。烟花升空，所有的香被一起点着，火龙在夜色中现身。满城游走的香火龙是人们祈求风调雨顺的传统。1000多年前，这样的民俗就已经开始。这是汝城人一年中最齐聚的时刻，这一天不能错过。与家人一起参加完这场舞龙的盛宴，才算真正的团圆。降下的雨水原本不分好坏，坏在季节性失衡的降水量。调节是人们与东江湖相处的方式。东江湖是湖南东部的重要饮用水源。上世纪50年代，人们在峡谷最狭窄的地方建造这座157米的双渠拱坝，拦起坝上的81亿吨水。这种圆弧形的设计，瓦解了原本集中的巨大水压，让两岸的花岗岩山体共同分担。大坝底部的水顺着坝底的通道向下游流去，因为缺乏日照，这些水的温度很低。不想，他们来到小东江，却投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。清晨，峡谷内逐渐升温的空气，远比冰凉的湖水来得热。当温差超过10°C，河面就开始漂浮一层白雾。这样的情况一年中超过200天。远道而来的观众已经聚集河岸，云雾就位，山与水的联袂演出即将开始。
这一趟旅程，我们将穿过一座空中大桥，踏上中国第2级阶梯的边沿，参加一场山坳里的热闹婚礼，在台阶的最高点，一睹季风的姿。虎形山的植被郁郁葱葱，铺陈出一片绿色的山林。不管树木有多密集，都无法阻挡那些来自山坳里的热烈颜色。生活在这里的人，天生就懂得如何从大自然中脱颖而出。他们以彩线织帽，花色作衣，格外鲜艳的装扮让他们得名花瑶。新郎要迎娶的新娘住在大山的另一边，跨越山谷，穿过森林。新娘穿着亲手缝制的嫁衣，众人打起寓意幸福的红伞。送亲的队伍向山林出发，一根红线穿过密林，跨越高山，连接起山两边的姻缘。这里的耕地里长出了18栋村民脱贫致富的果实。
岛上的每个家庭至少拥有一艘船，比一般城市里汽车的人均拥有量还高。地处江心，岛上1100多位居民，无论去往哪一侧的岸上，都要乘船渡过500米的水路。岛上的生活什么也不缺，一家诊所，2家商店，甚至还有一所红屋顶的小学校，它只有4名学生。岛外的老师每周3次搭乘渡轮上岛授课。这是一所开办了30年的小学。我们的空中旅行恰好见证了它最后一次的运动会。新年开始，他们会前往岸上的学校，继续读书，走向外面的世界。水孕育生命，人创造文明。眼下这片被水环抱的圆形区域，是早期城市的所在地，距今超过6000年。我们的先民挖出环形壕沟，聚土筑城，蓄上水，壕沟就成了护城河。护城河所能抵御的其实很有限，它曾经保护的一切都不可避免地成了遗迹。好在这些遗迹之中，人们居然找到了古稻田存在的证据，一下将人工栽培水稻的历史拉回6000。雨水会定期浇灌它。老天设计的灌溉时机，恰好对应了水稻的生长周期，所以这里的稻田不必精心照料，也能连年丰收。可以靠天吃饭是一种幸运，但人们的追求不止于此。借助现代生物技术，人们已经培育出14万种水稻。这片不到半平方公里的试验田里，就有580多种。在这里，水稻的身高可以达到2.3米，亩产量突破1200公斤，稻米的颜
颜色可以有7种以上，它的香味儿也可以被定制。稻米正在养活越来越多的世界人口，全球每3个人当中就有1个以稻米为食。中国的杂交水稻也被广泛引进到那些种植水稻的国家。从种子到粮食，水稻曾解决过中国人的温饱问题。今天，这一古老的物种正在湖南的土地上改写它自己的记录。新的种子将会被全球的眼光挑选，然后去往世界各地需要它们的土壤。